被关在冷宫的第3个月，我看上了新来送饭的小太监。抬高点，再抬高点，你屁股真是又大又圆。齐正听到消息，怒气冲冲赶来时，我和小旭子正蹲在地上，看他养的狗后空翻。他错愕了一瞬，又很快怒道：宋华英，你堂堂贵妃，成何体统？我更加错愕，愣愣地问了一句：你是谁？大家好，欢迎收看皮皮听书。你不认得朕了？齐正愣了片刻，冷笑起来：宋华英，你争宠不成，这是又换了新的招数。齐正根本不相信我会失忆，直到年迈的老太医把过脉，颤颤巍巍地行礼：陛下，贵妃娘娘应当是受了什么刺激，忘了许多事情。我立清儿为后这件事，竟对你来说这么难以接受吗？齐正怔怔地握着我的手，语气说不上来是失望还是如释重负。你怎么能忘了？你竟真的忘了？我皱了皱眉，抽出自己的手。片刻功夫，我已经大概弄清楚了前因后果。眼前玄色衣袍、剑眉星目的男人曾是我的夫君，登基后却只封我为贵妃，而要改立别的女人为后。我应当是与他起了冲突，被打入了冷宫，如今已过去了3个月。半个月后，就是和亲的封后大典。阿音，你既然病了，还是搬回青鸾殿吧。忘了也好，我们可以从头来过。齐正不过片刻，已然恢复了冷静，举手投足间又是一股说一不二的君王做派。我蹲在地上摸狗，头也不抬。虽然我忘记了许多事情，可我知道宋华英绝不会为了这样一个狼心狗肺的男人回头。不必了，这里就很好。我冷淡地躲开了齐正想要将我扶起来的手，几次3番的拒绝，终于让他恼怒。宋华英，你失忆了，还是叫人如此生气？冷宫唯一的花瓶也被拂落，天子一怒，宫人们战战兢兢跪了一地。一道尖细的声音打破了凝滞的氛围：陛下，不好了，皇后娘娘晕倒了。齐正终于带着人走了，可小旭子却不肯再把狗给我玩。他黑漆漆的眸子盯住我，里面闪着我看不懂的光。娘娘，你想不想逃出去？想，当然想。脑海里为数不多的记忆告诉我，宋华英当年是想做个无拘无束的女郎，而不是困在宫墙里的太子妃。半月后的封后大典是逃出去的好时机，臣已安排妥当。我开始悄悄收拾行李，倒也不是我有多相信小旭子，只是我父母亲族早已不在，身旁丫鬟也尽数遣散。事到如今，我早已没什么可失去的。狗能不能带走？我蹲在地上虔诚地问他，只得到了他冷着脸的一句不行。期间和亲的侍女来了一次，朝我身上扔了件舞衣，皮笑肉不笑道：听闻娘娘舞姿动人，大典那天皇后娘娘也想一睹为快呢。她离开的背影好像都透露出嘲讽。我拎起那件只有几块布料的裙子，问小旭子：我曾经很擅长跳舞吗？是，娘娘就是最善剑舞，项庄舞剑，意在沛公。臣去替您杀了他。小旭子利落地从袖中抽出一柄短刃，我急忙拉住了他。那侍女也只是奉命行事。那我去杀了和亲。哎，刺杀皇后可是死罪，臣愿为娘娘赴汤蹈火。我怒拍了一把他的臀部，想说的话堵在嗓子里，脱口而出：嚯，好翘的钩子。小旭子黑着脸逃了。齐正大约相信我是真的病了，陆陆续续派人送来了好多药材。我转头就让小旭子拿出去卖钱。冷宫西南角的树上不知何时多了一个鸟窝，2只斑鸠每日叽叽喳喳，好不热闹。这天我抱着狗子躺在树下睡觉，风吹过，一只鸟蛋落了下来。黑子兴奋地汪汪直叫，我捂着狗嘴不让它咬，捧着鸟蛋利落地爬上树，正小心翼翼地放回窝里，就听见老太监大惊小怪的声音：贵妃娘娘，陛下面前怎可如此失仪？您这成何体统啊？我不耐烦地往下望，齐正愣愣地站在树下，仰着头一动不动地看着我，目光里隐有怀念。宋华英，下来，朕接住你。齐正语气里难得带着温情。我干脆拍拍手坐在了树上，问他：宫里不让爬树吗？那也不让甩鞭子。我大为疑惑，那我当初是怎么答应嫁给你的？齐正又被我气走了。不过这次他好像也没那么生气，
走之后反而让人送了一大堆珠宝玉器来，说是赔上次打碎的花瓶。我欣然收下，通通拿去卖钱。失忆了以后记性也不太好，我掰着手指头数，离出宫还有10天。小旭子无语地看了我片刻，突然道：他那时候答应你不开后宫，这辈子就你一个人。我脑海里立刻浮现出何清那张我见犹怜的美人面。哦，所以他这是补偿。我收得更加理直气壮。如此源源不断地送了几天礼物，何清终于坐不住了。到了晚饭时间，管事嬷嬷将一盆狗食扔在我面前。冷宫每日的餐食也是有定数的，娘娘可不比往日还是贵妃的时候。你养的畜生要吃东西，您可就没得吃了。我看着那盆飘着油花和几片菜叶的泔水，还未动怒，小旭子冷着脸走过来，一脚踹翻了盆，散发着腥臭的液体高高扬起，尽数溅在了嬷嬷身上。面相刻薄的嬷嬷气得快要昏过去。你是哪来的碎催没根的东西，敢在我头上撒野？来人啊，快来人！大门处竟还真的跑来几个侍卫。我心下了然，这嬷嬷果然是和亲的人。我说鸟不拉屎的冷宫从哪冒出来这么多侍卫？小旭子身手利落，几个人一时抓不住他。我装若无意的乱入，时不时的伸伸腿，放点冷拳。几个侍卫被我绊得东倒西歪，又碍于我宫妃的身份，敢怒不敢言。我和小旭子玩得好不快活，就听见嬷嬷凄厉的叫唤：死狗，快滚开！妃子正死死咬着他的小腿。侍卫上前抬脚欲踹，被我抢先一步拦住。娘娘，属下也是奉命行事。我抱起黑子，装听不见。正僵持不下之际，门口传来何清柔柔弱弱的声音：这里发生什么事了？皇后娘娘，宋贵妃蓄意纵狗伤人，您可要为老奴做主啊！何清带着浩浩荡荡的仪仗站在冷宫门前，他拿手帕掩住嘴，一脸嫌弃。宋姐姐，陛下知道我怕狗，特意规定了宫中不许养这些东西。您怀里的畜生还是交给下人们处理了吧。我不应，他的婢女抢先出头。宋氏，你敢违抗皇后娘娘的奉旨？我冷冷地看过去。封后大典在下个月，何姑娘现在无名无分住在宫里，算哪门子皇后？你……何清脸气的脸扭曲了一瞬，很快恢复过来。她慢慢抚摸着头上的凤钗，语气轻蔑：宋姐姐久居冷宫，怕是不知道陛下对我的宠爱。来人啊，把那畜生拖出去淹死！修长指尖朝我怀里轻点，当即有人上前欲抢。我许久没打人了，好在对付几个太监还绰绰有余。正乱作一团时，听见齐正震怒的声音：宋华音，你又在闹什么？何清突然柔柔弱弱地倒了下去，被齐正大步上前接住。他脸上挂着泪珠，渲然欲泣。陛下，姐姐不是有意的，你又对青儿做了什么？齐正问也不问，就把矛头指向我。回陛下，我们娘娘好心来看望宋贵妃，贵妃却恶语相向，还要纵狗伤人，把我们娘娘吓坏了。一旁婢女口齿伶俐地告状。何清惨白着一张脸，扯住齐正的衣角：陛下，臣妾不怕，千万不要怪罪姐姐。齐正的脸越来越黑，他强忍着怒气看向我：你不是失忆了吗？为何还要针对青儿？我还震惊于何清刚才说来就来的眼泪，久在沙场的人什么时候见过这些？我忍不住赞叹：你有这个演技，以后做什么都会成功的。你是说青儿是装的？齐正拧眉，怀里的何清哭得更加我见犹怜。我懒得看他们眼，抬脚就走。左右都在冷宫了，齐正还能拿我怎么样？总不能为这事杀了我。谁料齐正比我想象的还不要脸，他紧紧攥住我的胳膊。宋华音，何清儿道歉，你要是就这么走了，你那条狗立刻就得死。我突然问他，我以前是不是也养过一条狗？齐正的手像是被烫到一般缩了回去。我还是听小旭子说的，我曾经有一条很威风的猎犬。那年和齐正被困在山洞，他为了引开刺客一路狂奔，最后被一箭刺穿。齐正大约也想起了这件事。那晚山洞，我照顾了发烧的他整整1夜，还为此冻伤了腿。宋华音，那畜生你要养就养吧，最近安分点，
大典后朕就放你出去。他抱起何清匆匆离去，背影有些落荒而逃的意味。我数了数日子，离出宫还剩7天。那天齐正说会放我出去的话刺痛了何清，大约是发现齐正对我还有情分，他开始频繁出现在我身边，试图激怒我。大典前5天，他亭亭袅袅来了冷宫，笑得仪态万方。姐姐，您当年加封太子妃的头冠真是精巧，上面的东珠绣在鞋上，我特别喜欢呢。他露出繁复宫装下的金丝绣鞋，上面2颗硕大的东珠坠在上面，像是明晃晃的嘲讽。我不为所动。大典前3天，我带着黑子翻墙出去溜了一圈，回来时被褥枕头通通被丢在了地上。何清一脸泰然地坐在主位上，慢悠悠地理了理鬓发。姐姐，本宫的步摇不见了，许是上次丢在了你这儿。他漫不经心挥了挥手中团扇，不介意妹妹来搜一搜吧？我无语地看了一眼地上的东西，正准备抬脚迈过，他身旁的宫女捧着妆奁急匆匆地出来。娘娘，找到了，拿过来。我扼住了那宫女的手腕。那妆奁盒子是我藏在床板底下的，失忆前我仿佛时常把玩。新来的宫女不懂规矩，姐姐别生气呀。何清款款接过那木盒，状似不经意的手腕一抖，盒里的首饰噼里啪啦摔在地上。呀，这步摇怎么真的在姐姐这里？何清委屈的拿手帕擦了擦眼角。姐姐若是喜欢，直接和妹妹说就是了，怎么能做这样上不得台面的事情？我只盯着地上那只断成2截的玉镯，脑海中浮现出几幕模糊的画面。年少的齐正将镯子套在我手上，好像还说些什么。再要努力回想，脑中传来一阵钝痛。我身形不稳，碰倒了一旁新送来的花瓶，碎片落在地上，就听见何清含泪的控诉：贵妃娘娘，您就算恼羞成怒，为何要伤臣妾呢？她雪白的手腕处不知何时多了一抹血痕。背后传来匆匆的脚步声，我还未回头，已被一股大力推倒在地。清儿，你没事吧？齐正急急地蹲下来，捧着何清的手腕。快宣太医！望向我的眸子里带了显而易见的怒火。宋华音，你真是不可理喻！你偷了清儿的步摇便罢了，为何还要伤她？我扶着额头冷冷看着他，他被我的表情气得不轻，咬牙切齿道：你还是不认错？好，来人，将宋氏禁足，这几天不许送饭。何清回望向我的目光透着得意。我真没想到，偏僻的冷宫里还有更偏僻的地方。啃着小絮子不知从哪偷来的鸡腿，我安慰自己，好在就剩3天了。很快到了大典，小絮子撬开门，让我换上太监的衣服。臣已安排好了和一具娘娘一模一样的尸体，待会儿冷宫会起一场大火，宋贵妃会悄无声息地死在这场火中。娘娘还有什么放不下的吗？小絮子紧紧盯着我，好像只要我一说出齐正2字，她便会毫不犹豫地拔剑而起。狗呢？臣这就去杀了狗。她错愕地看着我，好像在怀疑自己的耳朵。对啊，就是那个屁股翘翘的黑子。刚说到屁股2字，小絮子已经拂袖而去。这晚，我们躲在太清殿的角落，上手的何清一身凤袍，端坐在齐正身侧。陛下，今日是娘娘的大喜之日，后宫嫔妃理应前来祝贺。何太傅的门生纷纷附和。齐正刚登基，后宫除了何清，只有我一个人，他们的目的昭然若揭。贵妃宋氏德行有亏，已被朕打入冷宫。齐正说话间，又给何清加了一块点心，头也不抬。陛下，臣妾归中时就听闻宋姐姐尚武，不如就趁今天的大好日子，让姐姐舞一曲助兴。何清眉眼盈盈地望着齐正，只一眼就让他改了主意。宣宋氏。我无聊地数着面前柱子上的雕花，算算时辰，这个点冷宫刚好起了火，他们找不到人了。身旁的小絮子将手指捏得嘎吱作响，我悄声道：你冷静啊，不是你说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吗？待会儿趁着他们往冷宫去的时候我们开溜，你可千万别在这时候冲上去刺杀狗皇帝啊！我有分寸。说话间，台上气氛已然热烈起来，推杯换盏间都在幸灾乐祸，等着我这个昔日太子妃为皇后舞一曲助兴。
何清的眼角眉梢是掩饰不住的得意，可惜这得意没维持多久，就被小太监慌乱的声音打断。陛下，不好了！什么事？可是宋贵妃不愿意。齐正漫不经心地喝了口酒，他还是和从前一样的脾气。陛下，可是今日是臣妾的封后大典。何清晃着齐正的手臂，嘟着嘴，一脸不乐意。贵妃姐姐这般不情愿，是不是生臣妾的气了呀？怎么会？她一向最大度。齐正宠溺地刮了刮何清的鼻梁，语气里是12分的不耐烦。再去宣，告诉宋氏，若再推辞，冷宫也住不得了。跪着的小太监身体越来越抖，终于支撑不住，拼命磕头。人来不了了，贵妃娘娘轰了。齐正愣了片刻，突然嗤笑道：“是宋贵妃让你这么说的，她不想来，所以找了这么拙劣的借口。”小太监脸色惨白，齐正的笑终于僵住了。你说什么？你再说一遍。冷宫走水，贵妃娘娘被困在里面，等我们到的时候，已经被烧的。哗啦几声巨响，齐正起身太急，撞翻了面前的桌机。他跌跌撞撞朝门外跑去。朕不信！来人啊！摆驾冷宫！我躲在柱子后面，看大殿乱成一团。小婿子拉着我朝反方向跑的时候，我听见门口骤起的呼喊。齐正迈出门的一刹那，噗的一声呕出一大口血。我和小婿子一路顺利地出了京城。娘娘，你想去哪？换下太监服的小婿子竟然看起来颇为眉目清朗，清俊挺拔，还有些似曾相识。我没有按照恶俗话本子里写的那样上前握住他的手，说一句我们是不是在哪里见过，反而将手搭在他肩膀上，神色凝重。我幼时生活在青州吗？他面无表情。是，娘娘你摸到我胸肌了。那我去哪你都会跟着我吗？他面无表情。是，娘娘你摸到我胸肌了。我恼羞成怒地在富有弹性的肌肉上狠狠捏了捏，理不直气也壮。对不起，我摸你胸肌了。我们决定去青州。路上我问小婿子真名叫什么，他看了我一会儿，突然说：“我没有名字。”此时暮春3月，往南走一片勃勃生机。我思索片刻后，刻意逗他：“那你跟我姓吧，就叫宋旭。不是小婿子的旭，是春光作序的序。”我兴致勃勃地等着他问为什么要跟我姓，谁料他沉默良久，哑声说好。宋旭的名字就这么莫名其妙定了下来。我扯着他一路上游山玩水，经过每一个地方都要停下来尝遍当地的美食美酒。宋旭冷着脸在身后提着大包小包，还要给我付钱。他可能也觉得我这副没见过什么世面的样子有些可怜吧，所以一路上指哪去啊，从没有一丝不耐烦。只有2次，他罕见地生了气。我这一路招猫逗狗，立志要做一个匡扶正义的女侠，所以看着那条从乞儿口中抢食的恶犬时，我当即挺身而出了。冲动的代价就是被狗撵出了2里地。我一路狂奔，一边飙泪，一边大喊宋旭救命，又想起来他被我指使去买糯米糕了，嚎得更加大声。好几次，那口冒着寒光的狗牙离我的屁股蛋只有1寸之遥。等宋旭被乞儿叫来解救我时，我已经趴在树上和狗对峙了1个时辰。呜，宋旭救我啊！呜！我的绣花鞋被狗咬掉一只，半拉袜子要掉不掉的挂在脚丫子上。宋旭黑着脸将我抱下来时，一旁的乞儿们笑得好大声。嗨，姐姐你刚才哭得好丑。嘘，宋哥哥说了不许嘲笑宋姐姐。为什么都姓宋？哥哥姐姐是夫妻吗？不是哦，是你哥哥随我姓。我笑眯眯地给他们分糯米糕。那哥哥就是赘婿。宋旭臭着脸蹲在地上给我穿鞋，听见这话手上的动作不停，只皱着眉。宋华音，你怎么还能被狗吓哭？我刚想解释我不是被狗吓哭的，是堵在树上被尿憋哭的。小腹又传来熟悉的阵阵热流，我嗷一声推开宋旭冲了出去。客栈里，宋旭坐在灯下给我缝月事带，我拥着被子把自己裹成蚕蛹，小心去他的脸色。宋华音，你来鬼水了还爬树，你是笨蛋吗？他手上一根绣花针舞得虎虎生风，骂我的时候熟练地打了个结。
我疑心他真正想扎的人是我，于是狗腿地将杯子端在他唇边，哄道：英明神武的宋小郎君，喝口水消消气。他就着我的手喝了口刚给我泡好还滚烫的红糖水，面色扭曲地咽了下去。整整3天，宋旭没和我说一句话。第4天我鬼水走了，生龙活虎地拽着他上了街。路边书肆里一堆书生吵得不可开交，青布衫的书生站在中间，唾沫横飞。宋华因害得朝中鸡犬不宁，真是祸国妖妃。我听见熟悉的名字，拉着宋旭又退回去仔细听。另一派书生不以为然，当今圣上破格要将宋贵妃以皇后之礼下葬，恰恰体现其一片深情，可见圣上是仁爱之君。自古以来，从未有过封死人为后的先例，这是违背祖制。圣上是天子，他开这个先例有何不可？我站在门口听了半晌，才弄明白来龙去脉。说是我逃出宫那天，齐正叫停了封后大典，跑到冷宫，抱着我的尸体不肯撒手，途中吐血晕过去好几次，吓坏了太医院一群太医。3天后，他将装着尸身的冰棺抬到大殿上，当众宣布要封我为后。齐正这个死颠公，活着的时候不干人事，人死了也不得安生。我破口大骂，一旁沉寂多日的宋旭破天荒开口：和太傅老谋深算，是不会甘心和亲到手的后位妃走的。他在朝中经营多年，这时估计已经带着一群老臣跪在殿外逼齐正收回成命了。那齐正没戏了，他登基没多久，皇位本来就坐得不稳，这时候做什么死？我狠狠吐了口唾沫，惺惺作态，令人恶心。宋旭附和道：冲动无脑，愚不可及。我俩在骂齐正这件事上又达成了惊人的一致，于是重归就好，慢悠悠逛起了街。我预备买点小玩意儿哄一哄宋旭，书肆中一个清秀书生却追了上来：姑娘，你丢了帕子。他耳尖红红的递过一方绣着我名字的淡紫色绣帕。刚才诸位同门仔细辨认了许久，还是靠近门口的郭兄隐约记得姑娘曾路过门口。姑娘看看，这是你的绣帕吗？我忙接过来道谢。面前书生却不肯走，他堵在我面前，脸都憋红了，半晌憋出来一句：不知姑娘可有婚配？宋旭将我朝后一扒拉，结结实实挡住了我。敢问公子家中兄弟几人？我是家中独子。那恐怕不行了。宋旭将我揪出来，义正辞严：这位姑娘只招赘婿，丈夫孩子都要跟她姓的那种。书生深受打击，失魂落魄地走了。我眯着眼打量宋旭，看得他不自在地别过了脸，东摸摸西看看，假装很忙。我怀疑宋旭暗恋我。后面的一路，我盯着他的侧脸，若有所思。若是此时有一个姑娘追上来和宋旭表明心意，我大概会很不开心。我仔细分析这不开心的由来。假如宋旭和别人跑了，我会失去一个会打架、会做饭、会付钱、会奉月事带和冲红糖水的男妈妈，以及他的胸肌。我舍不得。事情到此已经分明了，原来是我暗恋宋旭。我郁闷地埋头苦思宋旭到底喜不喜欢我。路过一个卖发簪的摊子时，我灵机一动，仔细挑选了一支花胜，然后递给宋旭，眼巴巴地看着他。时间仿佛静止了，有春风从我们中间空隙穿过，将距离填满。宋旭沉默许久，颤抖着将那支花胜戴在了我发间。你知道给女子戴花胜是什么意思的吧？我狐疑地打量他。知道。他神色平静地牵住了我的手。在大夏，男子给女子佩戴花胜是定情的象征。我坦然回握住他的手，高兴片刻后又突然紧张。那我失忆了，还算未婚女子吗？花神娘娘会庇佑我们吗？宋旭看我的眼神温柔的好像要将人溺毙。会。我们赶在花朝节前到了青州。宋旭，今晚你一定要去河边和我一起放灯，知道吗？到了青州后，宋旭也不知道在忙什么，有时候一整天都见不到人。我不满地揪他耳朵，又把他刚束好的头发揉乱。宋旭蹲在地上给我搓洗小衣，闷声道：知道了。我趁他不注意，举起一捧水洒在他脸上，踢踢踏踏跑走了。傍晚街上游人如织，我捏着狐狸面具，采了一大捧满天星。
河边放灯的地方人出奇地少，我看见桥上一身黑衣、带着挪神面的熟悉身影，离着老远朝他挥手。宋旭，我在这里。黑色身影朝我走来，脚步隐隐带着急切，停在面前，却又一言不发。你今天怎么来的这样早？我将手里的花递给他，他却不接。面前的人慢慢抬手摘下了面具，露出一张意想不到的脸。齐正目光沉沉地盯着我，声音里带着凌人的寒意。宋华音，好久不见。手里的满天星洒了一地，我转身欲跑。齐正死死拽住我的手腕，咬牙切齿道：宋旭是谁？人群中突然传来阵阵惊呼，我若有所感地抬头，头顶天空一瞬间升起了大片孔明灯，不知道灯里放什么装置，在空中发出叮叮当当的悦耳响声。中间最大的那只浓墨重彩地写着华音2个字。齐正眼底的怒火如有实质。呵，华音，这便是那个宋旭给你准备的礼物。我和齐正坐在酒楼包厢，他带的侍卫们密密麻麻守在门外，连只苍蝇也飞不进来。事到如今，我反而冷静下来，自顾自倒了一杯茶，喝了一口后问他：你是怎么找到我的？齐正自进来后就一直紧紧盯着我的一举一动，面上一会儿喜一会儿悲。半晌后，他哑声开口：春闱各地举子进京，有人说在青州附近看见了你。我想起了那日落在书肆的手帕。宋华音，你为什么要骗我？你知道他们说可能没死的时候我有多高兴吗？那时候我为了立你为后的事情和大臣们对峙了10多天，每天一闭眼就是你在火海里喊我名字的样子。宋华音，你走后我从未睡过一个好觉。齐正突然神情激动了起来，他想要握住我的手，被我避开。帝王秦正本就缺少睡眠，你别赖我头上。我抓了一把枣子放嘴里嚼。齐正愣愣地看着我。华音，你是不是还在生我的气？是，我知道把你关在冷宫是我不对，你不懂，我是有苦衷的。我有什么不懂的？我重重地把茶杯放在桌子上，打断他的话。我知道你刚登基地位不稳，太后一党势大，你娶和亲不就是为了仰仗何太傅稳固朝中势力吗？齐正震惊地看着我。齐正，我是失忆了，但我没瞎。把我关在冷宫的是你，用黑子逼我给和亲道歉的是你，羞辱我让我去献武的也是你。你稳固江山，就要一直牺牲委屈我吗？齐正眼底闪过愧疚，他不自在地偏过了头，语气一弱再弱。华音，这件事是我辜负你良多，但我会保护你的，我从没想过你死。我嘲讽地扯了扯嘴角，没理他。室内一片沉默。许久之后，他从袖中掏出一个东西，小心地放到了我手边，是当初妆奁里被摔碎的玉镯。你走后，我找遍了工匠，才将它修复如初。这个玉镯是我送你的定情信物，你一直将它妥善保管，是不是说明你还爱我？齐正急切地拿起镯子，想要给我戴上。华音，我不计较你假死出宫骗我的事了，你找来气我的那个宋旭，我也可以既往不咎。你回来吧，我们还和以前一样。和以前一样？是让我继续住在冷宫，用我的凄惨来衬托你对和亲的宠爱吗？你明知道我不是这个意思。齐正情绪激动，剧烈咳嗽起来。雪白的手帕上印出刺眼的血迹，他刻意放在桌上。我视而不见，淡淡移开目光。华音，你等我3年，不，1年，等我坐稳了皇位，我一定拔除和太傅的势力，封你为皇后。那你为什么不等到那时候再来找我？我起身走到窗前，淡淡开口。因为你只想困住我，根本不在意我回去后会面对什么刁难。齐正，你还是这么自私。话音刚落，我毫无预兆地推开了木窗，翻身跃出窗外。宋旭骑在马上，牢牢接住了我。齐正大概没想到我会翻窗，此时死死攥着窗框，目眦欲裂。宋华音，我潇洒地朝他挥挥手。回去吧，齐正，再也不见。我们一路纵马去了南疆。宋旭紧紧抱着我，一声不吭。我凑到他胸膛上仔细听，剧烈的心跳暴露出他此刻并不平静。他半晌才愧疚地开口：对不起，华音，青州带不了了。我笑着拍了拍他的胸肌。嗨，这有什么好道歉的？
至少我已经在青州看过最美的灯了。没想到我们宋小郎君也懂浪漫。此时越来越靠近边境线，路边出现了大片白色的云朵。我惊呼：宋旭，好多羊！你要是喜欢，以后我们也可以养一群。那谁来放牧呢？我故意逗他。谁来盖房子、盖羊圈、割草喂羊？那谁吃羊肉？你。我在他怀里笑得东倒西歪，身后突然传来阵阵马蹄声，急奔的动静激起一片尘土，竟是齐正追了上来。华音，跟我回去吧。他朝我伸出手，目光里带着恳求。几日不见，他的脸颊深深凹陷下去，眼底是藏不住的疲惫。你不是一直想当皇后吗？我不拉拢和太傅了，我回去立马封你为后。回来吧，华音，只有我才能给你想要的生活。到这个时候，齐正语气里还带着隐隐的笃定。他以为开出的条件已经足够诱人，谁知我根本不为所动，又纵马往前走了几步。前面就是边境线，齐正身为一国之君，一旦跨过，就是开战的征兆。可能这时才意识到他会彻底失去我，齐正慌了。他红了眼眶，终于肯放下身段，说出那句：对不起，华音。95之尊望向我的眼神近乎卑微。你要怎样才肯原谅我？我一本正经地回他：齐正，你等我10年，不，也可能是20年、30年，等我吃遍天下美食，游遍大好河山，我一定回来，探望一下一辈子困在皇宫的你，也可能是困在牢里。宋旭在一旁淡淡补刀：我前几天将你私自出宫的消息放了出去，此时和太傅正联合宗亲说你得了失心疯，准备扶持你侄儿上位。你现在回去，说不定能吃上热乎的牢饭。齐正带着人马滚了。走前他死死盯着宋旭：你就是为了这么个男人抛弃我？他在马背上咳得直不起身，仍坚持对我许诺。话音，他以后对你不好，你一定要回来找我，我会永远盯着你们的。宋旭冷着脸让他快滚。我在后面笑得直不起腰。宋旭回头捂住我的嘴，假装自然地将一枚坠子戴在我脖颈上。我笑意盈盈地看着他，他红着耳尖偏过头。这是新的壳，定情信物。远处传来牧民做饭的袅袅炊烟，牛羊身披晚霞。我猝不及防在他侧脸亲了一下。草色芊芊，云朵在歌。番外，宋旭视角：京中贵族子弟以豢养家奴取乐。我幼时被关在畜生棚，整日和野兽争食。6岁之前，我不会说话，一开口只能发出嘶哑的低吼。身旁总有同伴被野兽咬死，再被管事拖去乱葬岗。某天的斗兽场上，我的腹部被一头豹子撕裂，我缩在窝棚角落，静静地等着命运的铡刀落下。一团红色的身影却猝不及防踹开了窝棚门。年幼的宋华音踩着崭新的鹿皮小靴，拿着马鞭。大胆！你们竟敢在斗兽场里养人，还不快把他们放了！我那时不知道他的来历，只觉得眼前神气的小女郎很厉害。因为每天拿鞭子抽打我们的管事在他身后卑躬屈膝，真的将我们都放了出来。后来我才知道，那时候他父亲打了胜仗，刚被封为镇国大将军。宋华音在京中横着走，但他却没有寻常女郎家的骄纵，反而有着不符合年龄的沉稳。他将我们带出来上药治伤，吩咐人去找我们的家人。养好病的他都会给一大笔银子，派人远远送出京城。我不愿意走。我无父无母，自出生起就和野兽生活在一处。我不理解宋华音为什么将我救出来，又为什么不要我。第3次跟在他身后被发现时，他无奈地摸了摸我的头，小声嘀咕：父亲不是我要给我选丫鬟吗？你眉清目秀的，那就选你好了。那之后我就梳着双压髻，穿着裙子跟在宋华音身后。我替他打架，帮他逃课，后来还学会了写字，帮他写课业。每日美滋滋的任由宋华音帮我梳妆打扮。他在我脸上涂涂抹抹，给我头发上簪许多首饰。我很开心，直到这事被他爹发现。他爹看着我哭笑不得，他摸了摸我的筋骨，说我是练武奇才。那天我换回了男装，将军摸着我的头认真告诉我：你以后就是小华音的暗卫了，
你要一直保护他。后来这个魁梧的男人死在了疆场上，宋华英哭得肝肠寸断，却很快一袭嫁衣被送进了东宫。他父兄皆为国战死，背负着将军府的满门荣耀，却无任何实权，是太后给傀儡太子赐婚的最佳人选。出嫁那日，他满眼通红地握着我的手，却没再掉一滴眼泪。日子总是人过出来的，且往前看。说罢又笑着安慰我，阿旭，你可一定要好好活着啊，这样哪天我过得不好，你还能救我出来。他说这话的时候，大约以为只是一句玩笑，我却为了这话毅然去了边关。几年来收拢宋将军留下的残部，慢慢形成了一股不小的势力。我要保证宋华阴余生无忧。边关风沙肆虐，不常传来京中的消息，只听闻太子妃贞静淑雅，在宫中颇有美名。我听着外面的狼嚎，夜夜睡不着觉，握着宋华阴送给我的坠子发呆。那是从当初差点咬死我的豹子嘴里掰下来的龅牙。那时我病得几乎要死去，是宋华阴将它塞在我手里，哭得睁不开眼。别死，别死，就当是为了我。我握着龅牙，竟真的活了下来。京中的宋华阴也是凭借着这样的意志生存吗？我的心又泛起密密麻麻的疼。第3年，太子登基，宋华阴却被困在冷宫。我快马加鞭，用尽手中势力为他安排好一条逃出去的路。到了冷宫，却看见宋华阴躺在西南角的歪脖子树上，睡得正香。他见到我时大惊失色，一下子从树上摔下来，摔到了头，因此前尘往事尽忘。我想起他得知父兄皆死时汹涌的眼泪，嫁入东宫石面上强装出来的坚强。阿旭，我以后一定要纵马游历山川江河，看看父亲和哥哥守护的大夏长什么样。他也曾快活地畅想过以后的日子，所以那些难过的、痛苦的岁月，就让我替他背负吧。我情愿他想不起来，无忧无虑度过这一生。醒来后的宋华英看着我，问我叫什么名字。眼前人渐渐和记忆里的红衣身影重合。那年风很轻很暖，地上有几只燕子叽叽喳喳。他站在窝棚外，朝我伸出了手。春光作序，你以后就叫宋旭吧。我握紧了那双手，自此一生不会放开。全文完，皮皮听书，感谢您的观看，每天上新精彩小说，喜欢就订阅吧。